到印度到底是去了一个坑，还是一个机会？火星的发射啊，就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发射的，其实比中国人要早。其实前段时间啊，中印关系确实不是很友好，他都号称是考哈佛就考 IIT 考不上才考哈佛的，亏损大概8000万。印度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个性？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去跟人家打交道？其实贱民其实在印度是受保护的。大家好，今天的白云说税节目，我们想聊一下在印度的机会。对于我们中国土木工程行业的人，在那里到底是机会还是一个坑？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请来了吴云峰先生。吴云峰先生呢，早年呢在三益重工呢是作为负责印度市场的，从一开始认识印度一直到今天也有20多年了。然后呢，大家也知道，我也曾经在印度做过工程。我们两个人呢，在对印度呢，都是有一些看法，和我们这个平时自媒体上的绝大多数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印度。吴总，非常高兴你来到我们这个白云说税节目，因为您知道我们这个白云说税节目呢，本来是面对的是隧道人，可是我们隧道人呢，也会在世界各地呢去挖隧道，包括我们在印度，我们也做过工程。在过去的几年，由于中印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出去到印度去做工程也是困难重重，连个签证都很难拿到。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军事边界上不会因为边境问题影响两国关系，也就是对未来的话呢，我认为呢谨慎的乐观所以今天想请您来呢谈一下您对印度的认知像我们这种搞隧道的做工程的到印度到底是去了一个坑还是一个机会，你是怎么看待的？首先我第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印度肯定是机会与威胁并存嘛，我们不能叫坑，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机会。这种机会应该是短中期的机会，不是长期的机会。首先说我为什么说是机会呢？印度现在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建设工地，很多大城市做地铁，而且它建地铁的这个广泛度是超越中国的。中国现在开始控制对城市进行建地铁的这个广度，但印度在这一块的控制是不如中国严格。印度因为它每个邦都有自己的权利，不是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所以每个邦它有一些预算它可以自己去建。未来城市的规模，印度有可能会超过中国，而超过中国规模的城市呢，又会比中国的数量又要多，然后他们又没有限制。我觉得未来印度一定是这个隧道建设最大的国家。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您刚才讲到，就是印度对中国我们基础设施领域的人来说，这个机会是短期和中期的。我认为甚至于是长期的。我为什么这么说我曾经考察过印度的这个大学，他们那边的这个工科的这个专业的人数占整个大学生的比例只有10%几。这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它的人才培养的这个模式是发达国家的模式，可是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的落后，至少比中国落后20-30年。它实际更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文科的 EMBA 的，它更需要的应该是工程师，但是它的大学不培养这么多工程师，所以这一点的话，它要改变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我认为它20年里面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呢，我认为似乎也可以认为是长期的机会。我看好20年嘛，你看好20年？对，20年以上，我觉得最多30年，我觉得就不是中国人的机会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的工厂也有5万亩，当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工厂，我在那儿也管研发，也管销售。其实我们那时候坚决做的产品的本地化，我觉得未来的印度的登购产品印度人肯定会本地化，印度人可以造自己的这个航母，最近又在发射这个火箭洲际导弹，包括火星的发射其实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发射的，其实比中国人要早。中国人喜欢看他的笑话，其实印度本身的这种技术实力并不差，而且我们当年在当地开发这个供应商的时候，就印度人学东西很快。另外呢，印度理工叫 IIT， 就印度呢就理工不像中国清华大学只有一个，在印度理工呢，就是印度的前10名大学里边有7个是 IIT， 印度理工在全国铺得很开。另外，印度人也非常非常重视教育，非常非常重视。其实印度的软件人才也非常多，软件其实和工程其实是差别不大，无非你是学软件的学工程，像塔塔
也是60万人软件工程师，就是在一家公司这样，这个是全球是最大的。就印度人培养这个理工性人才应该是没有，只要市场有需求，因为你人少，他必然会工资高。你既然工资高，必然有人会去培养。我们要在印度享受到长期的机会，唯一的这个可能就是你去成为一个印度公司。那么现在的网络上对这种传说，中国人到那里去办厂赚了钱呢，都拿不回来的，然后都被印度人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就罚款罚掉了啊，这种说法很多。这个方面你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就前段时间中印关系确实不是很友好，就印度政府也是排斥中国投资的，就你想去投资，你签证其实是拿不到的，就印度人对这块比较强硬。但是印度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基本上还是守法的。比如说像小米的钱，其实还是退回来了，并没有说真的把小米的钱就罚没嘛。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一个低谷吧，亏损呢还不少，亏损大概8000万。但我们经营了3年之后，其实也是扭亏为盈，也成为海外排名第1的事业部。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按理来说，中东市场是更好，非洲市场。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把印度综合业绩做到全球第一。像现在呢，我们三一重工的本土生产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你们隧道施工的悬挂钻机，其实在本地也开始生产了，而且3一的悬挂钻机在这个印度市场已经排名第1了，绝对第1，当年都是保额嘛。对，就这样。我在那的时候，我还没有排名第1，我们是把起重机做到第1。另外，3一的挖掘机在当地市场已经排第2了，仅次于日立。这就说明什么？一定可以在印度市场成功。但我刚才说中短期成功的概念就是说，假如你想派一个团队过去，然后把钱赚回来，不想在当地投资，那么长期的市场一定不是中国人了。就是你要成为在长期获益的一家公司，就好像大众汽车或者西门子想在中国成功，不在本地化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到印度的话，你一要过关，因为跟别人家跟大家沟通。如果我们中国的隧道人如果去了印度啊，除了这些以外，你认为还需要注意一些哪些方面？比如说跟印度人的交往当中啊，印度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个性？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去跟人家打交道？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跟印度人打交道，印度人还是一个偏东方的一个民族，虽然他是和东方和西方中间啊，但印度人他也有家族观念。印度人非常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叫关系啊，西方人叫 team building 啊。其实印度人和中国人其实很看世界的方式其实很相近的，因为印度人呢是印度教嘛，佛教是源自于印度教，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们叫儒家。但其实大家都重视这个家庭。另外呢，印度人在信教的比例肯定更大，他去与人为善的那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有这样一些观念，正面的效果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就把作为印度人正常去交往，以诚待人嘛。我觉得在印度赚快钱很难，你可以赚快钱，但是印度人也会算很多账，他知道你赚了快钱，就想办法，比如说你说我把设备租赁费用收得很高，他就想着我能不能买2手设备。对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正常。这个中国人也会这样，当年这个2手的登购啊，2手的挖掘机都有，2手的这个悬挂钻机，对吧？我觉得还是说，我们面向长远的，就是说不要赚快钱，我们就以一个印度本地人的一个心态来经营印度的本地的这个企业，和他们打成一片，对他们比较尊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我觉得还是以诚待人嘛，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好中短期。我觉得长期要做的话，就要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在本地当企业，我当年是招了一个 CEO， 就本土的，他就当成他自己的企业在经营。比如10年前，印度本土的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大概就是中国人的1/3。同样的高速啊，当然可能它质量会，你认为它会质量低一些，它旁边不会加那么多防护栏，不会加那么多乔木，中间不会搞那么多绿化带。但是印度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把任何一个事情的成本会压得极低，这个是印度人的特质。印度人非常抠，这种非常抠的这种特质啊，特别擅长于做什么制造业和建筑业。所以说长期来讲，你看现在我们在非洲做工程和东南亚做工程，就印度人很多情况有优势，就这个原因。我还记得我在印度的时候拜访印度的公司啊，有的楼梯啊，它连那个拦的东西都没有的。对啊，就这个它也要省下来哦。印度人很多那个水龙头啊都没有那个搬开的那个旋钮。没有啊，就很小很小的一个直筒，一按就出水。就印度人这种抠的特质啊，是他的民族特质，对，非常节约。而这种节约是渗透在他所有的那个，比如说我装汽车，只有在印度，说那个后视镜只有一个，另外一个边没有后视镜，现在没有，现在都变成2个后视镜。我还记得啊，
香烟他们可以买一根的，一根一根买也可以的。这个是印度人的一些特质吧，但这种特质有时候很可怕。对，你这个观点也挺有趣。但是呢，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话，你比如说要上一个项目，我们中央政府。这个国家发改委一定马上就能够上了。在印度的话，它是有民主社会嘛，它要多党，还要可能有那个讨论啊、辩论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它要上项目没那么顺，有的时候辩论都会辩论好几年，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看待它？第二个的话呢，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人聪明，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它的种姓制度的话，导致有上亿人口的基数的人呢，就是没有那种教育的机会。这个方面来说，它跟中国相比的话，这是它的一个弱势啊。你怎么看待这两点对这个印度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制约？这两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会问吧，或这么说吧，我当年派到印度去的时候，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老东家当年也是这么看印度的，就任何事情你看待这个市场这么看的时候，你就做不成这个市场。就是我为什么能做成这个市场？就是我完全扭转了商业集团对商业市场这个看法，让他们充满信心。就我作为一个 MD， 那时候我们叫董事长，那时候我们整个集团对印度的市场是有色眼镜的。但我觉得我要是说我还能成功的做一个市场，首先我是扭转了整个集团对印度市场这样一个偏见，然后才有机会把印度市场做成功。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基础。然后回答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你讲的是这个。就是印度市场的决策效率问题。其实我在印度的时候还是有这个问题，但莫迪总统到了第二任期的时候，他有几个事情，一个是大家能看到的非钞令，然后大家都知道，非钞令是为了解决贪污问题，很多黑钱啊在哪儿。就他有个事情大家没看到是土地法案，他的土地法案就是怎么解决征地问题。莫迪总理啊，他的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学中国人的。包括开发区啊、征地啊，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激励啊，这他非常偏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人。其实莫迪他这个土地法案就是解决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解决征地问题，可以强制征地。所以你看现在最近的印度，同时有比如说10几个高速、10几个机场，可以你们上网查10几个隧道在同时在开工。有的到了第二期，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土地问题，他们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在因为我记不太5到7年前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而是莫迪在第2个任期初就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进入第3任期了。关于贱民的问题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讲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贱民问题啊，其实是印度人非常想解决，一个是贱民问题，一个男女平等问题。其实印度呢，这个贱民呢有2任总统，当然印度是总理制啊，大家这个总统呢是他的国家元首。就是印度有2个总统都是贱民，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第二个呢，印度呢其实有一些邦啊，比如北方邦、中央邦，它叫 Madhya Pradesh， 还有一个是就是北方邦，这2个邦都是以贱民为主的，就是他们的首席部长很多人都是贱民。其实贱民其实在印度是受保护的，有点像中国的少数民族要加分的，印度一模一样。所以说贱民其实在教育的这个平等程度，它是受保护的。这个例子呢，比如说最近的那个马哈尔斯雪邦，马哈尔斯雪有点像中国的江苏，它的首府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孟买。孟买不是直辖市，是这个马班的一个首府。最近马班发布了一个命令，行政令，就是说所有的妇女，它就英文叫 woman， 那 woman 我们可以翻译成已婚，已婚女士，所有的已婚女士1个月发210块钱。人民币啊，卢比是2100块钱，这个很可怕。我还打电话特地问了我们江苏的这个，假如你没有交钱，你直接享受的，我印象中是120块钱，你可以直接。但是就是他那个是退休，但是在印度，他为了解决男女平等问题，所有的 woman 1个月发210块钱。所以说，印度其实莫迪他之所以受到很多印度人的拥护啊，他做了很多很强硬的措施，从非钞令啊、土地法案啊。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法案呢，其实是当地的，就马哈尔它是比较富裕的一个邦，但既然他做了，肯定会有其他邦会跟上的。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几个结论。第一，作为中国的隧道人，如果要去印度那个市场，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第二个，我们去的话呢，首先是需要你对怎么来看待印度，是吧？就像你所说的，你认为这个印度到处都是坑，你根本就是悲观的，那你
大概基本上你就去了以后，你也看不到希望。第3点的话呢，其实这个效率问题，因为我有将近20年没有去印度了，我还带着20年以前的这个问题来问你的。现在听起来呢，这个效率他们也在提高，也在不断的提高，是吧？我感觉到也是我们要用一个变化的眼光来看印度。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我感觉到我收获也很大。那我相信我们白云说税节目的观众也应该从您的这个回答当中，你的观点当中应该会有所收获。非常感谢您啊！谢谢白教授，我也学习很多，谢谢。好了，今天的白云说税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